家有傲娇老婆多是一件美事。大家或许难以想象，外界看来冷若冰霜的小司，实则私下里爱撒娇、渴望关注的小可爱。小司虽然很想去看电影，但又担心会干扰到星空的工作。听后，星空笑着说不碍事，他信心满满，能迅速解决战斗。不久，他们便走进了电影院。星空特意挑选了奢华座驾，只为了在黑暗中与小司亲昵，而小司却心无旁骛，全神贯注于电影，一点都没注意到星空渴望的眼神。回家之后，学妹找到星空，询问婚礼的举行时间。毕竟对于女性来说，婚礼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。再想想，谁不愿意看可爱的老婆穿婚纱的模样吗？星空听后深觉有理，便开始与小司讨论婚礼事宜。然而小司对此却提不起兴趣，他认为婚礼太过繁琐，不仅邀请许多宾客，还要穿上婚纱，那种华而不实的装扮简直是社交场合的噩梦。听他这样说，星空却越发的兴奋，立刻决定下周就举办婚礼。小司无言以对，你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来？连偷听的学妹也忍不住跳出来，开始给星空普及相关知识。看到700万的数字，星空内心一阵发麻。在他看来，婚礼不过是在神职人员面前许下爱的盟约，新娘含泪朗读父母的信，最多不过1天就能结束，怎么会花费如此巨资？星空和小司在姐姐的引导下走进商店，挑选了书籍，深入研究后，星空终于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天真。幸好小司并不计较，与其繁复的婚礼，他更加享受现在这种简单闲适的日子。等他们周围充满祝福时，再考虑婚礼也不迟。毕竟两人的甜蜜生活才刚开始。某天，星空在便利店前遇到了初中班主任。闲聊间，老师注意到星空手上的婚戒，这才知晓他已步入婚姻的殿堂。班主任惊讶不已，他担心这个昔日的优等生可能因为挫折迷失了自我，于是关切地提出想上门拜访。情况与他想象的截然不同，他眼前的这位少女就是如此心动。小司了解到此人是星空昔日的恩师，出于敬意，小司郑重地进行了自我介绍。小司的表现无疑完美无缺，但老师并没有打算就此告辞。他心想，这种可爱的外表下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这时老师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。尽管小司的厨艺令人称赞，但老师仍旧怀疑他年纪轻轻就结婚的决定。然而目睹了他们俩其乐融融的相处，老师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失误。饭后，他好奇地向星空询问，他未来是选择稳定工作，还是继续深造？出乎意料的是，星空根本就不曾考虑这些问题。他相信，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，都能轻松应对。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与小司共度更多的时光。老师虽然对他们的未来略感忧虑，但星空显得毫不在意。他坚信珍惜眼前才是最为重要的，未来的事交给未来的自己去解决。星空的回答让老师陷入沉思，他开始反思自己一直的坚持是否正确。经过深思熟虑，老师拨打了那个长期未曾联系的电话号码，发出去了游乐园的邀请。这一天，小司像平常一样在前台工作，一个野心十足的男子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上来就毫不客气地询问星空的去向。小司自然不会纵容他，他直截了当地表示，这里是澡堂，不洗澡就请速速离开。男子听后勃然大怒。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，星空赶到了现场。男子立刻兴奋地上前和星空打招呼，大家这才知道他是星空的弟弟银河。在星空的耐心解释下，堂弟也了解了小司的身份，他当场向小司表示了敬意，但堂弟仍有所保留，他希望两人能当面接吻以证明真爱。毕竟大哥的妻子也等同于自己的大姐，在危难时刻绝不退缩，必须保护。如果无法证明真爱的存在，他将难以接受。闻言，学妹也表示支持他们。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久，却没在晚上听过两人亲热的声音，这让学妹对这段感情产生了疑问，除非现在打个波，证明他们的真挚爱意。星空听到这样的要求时，一点都不意外，他对小司的爱毫不犹豫，一吻定情对他来说不在话下。不过要是小司觉得害羞的话，他完全尊重对方的立场。在这紧要关头，表弟抬手打断了两人。他已经在之前的交流中感受到了深厚的爱意，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再有任何的表演。这番话一出口，其他三人显得很是沮丧。不是，等了半天就这。言归正传，表弟之所以来是为了向星空求助。社的同学偶然发现一只流浪猫，原本打算随便喂喂就处理掉，没想到这样的行为触犯了动物保护法，于是他们陷入了寻找猫主人的窘境，但始终无法找到。这只猫让整个团体陷入了混乱。表弟无奈之下向星空求援，毕竟星空曾精心养过猫。得知此事，星空二话不说，立即带着猫儿直奔宠物医院。在医生进行一番全面检查之后，小司为他起名为吐司。于是他们家迎来了一名新伙伴。看到吐司对小司撒娇，星空好奇地询问小司是否也会对自己撒娇。
小司回答说当然会，否则他不会毫无戒备地靠在他身旁。这一天，星空和小司一同来到游乐园约会，没想到竟然在门口遇到初中班主任。经过一番对话才明白，单身多年的老师竟然是有一位男同事来的。得知门票是男同事中奖时，小司感到哑口无言。先不论这巧合的可能性，你就是抽奖中奖后，怎么可能会邀请一个没有感觉的异性同事吧？这分明是一场男老师精心计划追求女老师的浪漫巧合嘛！想到这儿，小司感觉不妙，害怕他俩人不小心打乱了男老师的布局，于是急忙带着困惑的星空逃离了现场。小司随后将自己的推测告诉了星空，星空对此事感到非常震惊，但这种事情外人的确难以介入，因此他们决定还是继续自己的游戏。没想到不巧的是，在下一个游乐项目前，他们又遇到了老师，这摆明了是一个天赐良机，可惜在这关键时刻却无法把握。见到这一幕，两人感到很无语。幸运的是，女老师足够天然，反倒是她不经意间落入了陷阱。经过之前的紧张刺激，男老师终于鼓起勇气准备告白，谁知在这犹豫的一刻，别人却捷足先登开口了。你说巧不巧，两位老师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同样的托词。男老师麻了，他不确定自己应该庆幸还是对黑暗的未来感到沮丧。这个世界上恋人成双成对，他不禁想知道为何上帝就捉弄他。随后大家一起前往了餐厅，小司建议与星空一起玩一个猜食物的小游戏。游戏规则是互相选择对方喜欢的菜肴，接着交换彼此的盘子品尝。星空听起来觉得这个提议相当有趣，所以欣然接受了这项挑战，但他没想到自己输得彻底。面对小司精美的食物陈列，星空本想在这餐厅里转一圈，但小司阻止了他。他表示不介意。时间飞逝，夜幕降临，星空与小司再次遇见了那对老师。此刻他们之间的氛围与早晨截然不同。这时游乐园上空绽放起了绚丽的烟火，男老师打算借此机会表白，没想到女老师却毫不犹豫地率先表达了心意。听到这儿，男老师果断抓住了她的手。今天有个学妹找到了星空，她好奇地询问星空与小司的亲昵频率。她之所以提这个问题，是因为前几天她在浏览 Yellow 视频时，无意中看到某个视频中记录了人妻与丈夫亲吻次数之多让人吃惊，因此她对学姐的婚姻生活颇感兴趣。哎呀，她对小司的私事提得过于频繁了。星空对这种问题显得有些抵触，但学妹已经决定使用她的秘密武器。她通过对颜色视频的连日研究，解释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原来亲吻不仅仅是嘴唇相接触，亲吻不同的部位表达的情感各异，比如耳朵代表诱惑，喉咙代表欲望。所有这些含义，她都详细的记录在一张纸上。她准备无偿的将这份秘密分享给星空，这简直是梦中求之不得的礼物。星空打算找到合适的时机来尝试这些技巧，正巧小司要去超市采购。星空担心夜晚不安全，决定陪他一并前往，顺路享受一个宁静的夜晚散步。这听起来相当合理，对吧？但星空这夸张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小司的怀疑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星空不得不坦白，他其实沉醉于空气中飘来的迷人香气。虽然小司感觉到有稍许害羞，但他表示如果老公想要的话，他并不反对。此时的星空已经完全被欲望所驱使，根本不在乎这地方合不合适。幸好小司头脑清醒，要是被旁人撞个正着，那就糟了。星空听到后仍想争辩几句，他们毕竟是夫妻，即使被看到又能怎样呢？怎么会这么巧？星空自信满满的刚说完，下一秒就目睹老师俩在月光下接吻，两人惊慌失措，匆忙隐身草丛中。返回之后，星空仍旧心绪不宁，他正琢磨着怎么开这个话题。学妹及时传来了助攻，他将那份研究成果也分享给了小司。看着这一幕，星空毫不犹豫地吻向了小司的景象，毕竟这是学术研究，没什么丢面子的。哼，小司还没吃过这样的亏，他立刻做出了反击。就这样开始了，两人你侬我侬，将所有资料都反复钻研。但令人费解的是，他们始终无法领悟胸口和腹部的奥秘，费了半天劲儿才甜蜜上。这一天，星空收到了学妹赠送的双人温泉票，恰逢他和小司婚后首次旅行的好时机，于是两人决定次日启程。尽管他们已经是夫妻多年，但单独的温泉之旅仍是头一回，所以在路上难免感到些许紧张。经过2个半小时的旅途，他们终于抵达温泉旅馆。尽管他们有所心理预期，但旅馆的奢华程度仍让他们大开眼界。双方约定1个小时后在房间会合，但星空并没有沐浴的兴致，他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探索周边，期望给小司一个难忘的约会经历。他匆忙奔波之际，却被一位老妇人拦下。他请求星空带他这个迷路的人去前台。星空本来打算婉拒，但看到老妇人实在无助，不得不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没想到刚将他送回前台，老妇人恳求星空陪他返回房间。无奈之下，星空只得同意。
在前往房间的途中，老妇人似乎有意无意地与星空谈起了小厮。正在这时，小厮也如期而至，这才让星空恍然大悟，原来眼前这位是千岁的祖母，她还是他们婚礼上的证婚人。听此，星空连忙对自己之前的无礼行为道歉，祖母却丝毫不在意，因为这次的星空的偶遇原本就是她安排的，无非是因为小厮不愿意带丈夫回家拜访她。随后，两人跟着祖母走进了她的房间，经过简单的寒暄之后，祖母便开始称赞起星空的聪明才智，就能立刻辨识出他家珍藏的月食。有他照看小厮，外婆心里也踏实多了。察觉自己差点失言，外婆随即取出一张3尺巡礼券，只需要凭此券游历本地3大温泉，便可荣获温泉达人之称，一切嘱咐妥当。外婆也决意不再作为第三者存在。然而在告辞前，她仍期望小厮不要过于羞涩，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情。毕竟若不是表白，情感怎么能传达给对方？外婆这关一过，星空便彻底释放了自己。就在昨天还坚决主张一定要分开沐浴，今日却一心一意渴望与小厮共同体验日本的沐浴文化。尤其是在仔细读了众多漫画故事后，星空的期待飙升至顶点。晚饭后不久，星空迫不及待地向小厮发出了泡澡邀请。对于这合情合理的邀约，小厮自然是不会拒绝。然而因为羞涩难当，小厮希望星空先转过身，在月光下凝视小厮纯洁的背影。星空心中只想说，今夜的月色可真是美丽。这个玩笑小厮也懂，但他希望星空能更直率一些，毕竟那句话只有星空能对他说。表达了爱意，星空同样渴望听到小厮回应他的爱，竟然不加修饰地重复了昨天外婆的话，让小厮羞得无地自容。但看到星空认真的态度，他也就默许了。听到这些，星空差点乐晕过去，他太喜欢看小厮害羞的样子了。小厮听后觉得自己怕不是被当作傻子了，于是毫不犹豫地泼起水来。星空见状立刻反击，两个人在水中展开了2分半的追逐。两人忽然意识到同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在如此赤裸的状态下该如何离开。毕竟泡温泉的时间确实不宜过长。次日，星空从美梦中醒来，一回想起昨晚的趣事，星空就兴奋得难以自持。若非小厮及时出现打断了他，星空还能独自欢乐一整天。享用完早餐，星空认为应当好好利用剩余的时光，于是再次提出泡温泉的提议。小厮一听，星空便拿出了外婆赠予的券。温泉之旅归来，小镇迎来了盛夏的序幕。尽管预报称今年将迎来罕见的凉夏，然而骄阳似火，现实并不留情。更糟的是，房间内空调还坏了，热得人烦闷不已。为了保障工作与生活的品质，星空决定投资一台新的空调设备。因此，他们寻找了公寓的房东学妹商讨此事。学妹并未表示反对，但据了解，空调师傅的安装排期已至2周后，即便立刻购买，也无法立即享受凉爽。但这样的困难显然难不倒星空。对于安装工作，他自信能够一一搞定。转头，两人来到了商场。商场内空调的琳琅满目让小厮目不暇接。而在小厮犹豫不决之际，星空已迅速做出了决定。随后，星空带着小厮前往一位老友的五金店，他们打算租借安装空调所需的专业工具。面对这位年轻的女性店主，小厮的好奇心再次被唤起。他不禁询问两人之间的关系。星空介绍称，他名叫百鬼，是星空初中时期的同窗。在谈话间，星空顺便把自己即将结婚的喜讯告诉了百鬼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百鬼对此并不感到惊讶，而是继续专注于手中的工作。直至星空的婚讯让百鬼感到意外。作为祝福，百鬼决定免除星空今日的租金。有了适宜的工具，星空当晚便成功安装了空调，而室内适宜的温度又成了新的讨论点。26度对于他们来说过于寒冷，冻得两人瑟瑟发抖。秉持着不可过冷的原则，星空将温度调至28度。尽管这温度对他来说尚可，但女性的通常体温较高，于是小厮在这温度下难以安睡。无奈之下，星空只得再次调低温度，设定1小时后自动关闭，便进入了梦乡。不久，1小时匆匆过去，缺乏空调的辅助，小厮被热醒。正当他起身找遥控器时，不慎将星空吵醒。幸运的是，星空并未因此而恼怒，反而迅速满足了小厮的渴求。小厮为此感动，亲吻了星空。某日，小厮忽然询问星空是否真心喜欢他。星空不假思索地表达了自己浓厚的喜爱，但面对小厮疑惑的眼神，星空感到一头雾水。次日，他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去找学妹求解。他询问自己是否有什么行为让爱受质疑，但学妹并不这样看待。他觉得他们只是对爱的理解有所差异，把小厮的言辞比作猫的动作，那他只是在温柔地表示亲昵。因为清楚对方的心意，所以才会以撒娇的形式表达。正确的反应应该是全心全意宠爱，而非是像你那样草率的应对。学妹的见解让星空顿悟，作为唯一一个对小厮表白的人，这不是让小厮感到孤单吗？
但何时表达成了一大难题，不能无缘无故地说出爱意。经过了一番考虑，星空做出了决定，虽然未能见效，但他并未感到失望。他明白这需要循序渐进，努力才能有所回报。他决定通过少女漫画来学习关于爱的事情，没想到竟然沉迷其中。见状，小厮打算逗他一下，抱起吐司就放在他脑袋上。尽管小厮有所顾虑，但见到星空认真的态度，他禁不住想要逗弄他。在犹豫片刻后，小厮再次出手，直接向星空发起了攻击。看着星空手足无措的样子，小厮笑得一脸开心。他好奇地问星空为何会突然读起少女漫画。星空回应说没什么特别的，他怕小厮知道自己为了更好地表达爱意沉迷于少女漫画会多么尴尬，但小厮了解到从他的举止就能察觉到秘密，于是为了探求真相，小厮亲吻了他。星空只得坦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听后，小厮深受感动，迫不及待地要向星空展示所学，效果立竿见影。那天星空正享受着休闲的沐浴，突然听到学妹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他问是否想和爱人共浴，经过在男浴室遇到学妹很不寻常，但星空早已习惯，泰然应对。当然，如果能，他愿意每天与小厮共浴，可惜没有浴室。听闻此言，学妹准备立刻实现她的愿望。要知道，营业时间已过，隔壁的小厮孤单一人。星空想来想去也不是办法。话音未落，学姐便解开了女浴室的门锁，还贴心地提醒星空别过于尽兴，太热的声响这墙可扛不住，毕竟隔音效果摆那儿了。星空听后等不了一点，现在就要出发。学妹计划通，祝贺星空，便准备全身而退。星空站在门口紧张踌躇，犹豫片刻，星空决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，一来就盯着人家看，搞得小厮怪羞涩的，毕竟这水是透明的东西，可遮不住什么。星空此时老色皮肤体，激动难忍，又害怕声音被别人听到，小厮重新戴上高冷面具。星空见状以为小厮不情愿，小厮示意星空背过身，然后站起身裹上浴巾，计划享受桑拿一下。星空直接跟上去，不想错过，但学妹家的桑拿实在是太热了，星空通常只能忍受短短2分半。他也不确定能否在这种难以压枪的情况下保持冷静的心态。与此同时，说到学妹这儿，老姐忽然也想洗澡。当她知晓星空与小厮在女浴室偷偷亲昵后，毅然决然地走向了男浴室，但她不知道男浴室里睡了个老哥。姐姐教训表弟的场景让走出来的小厮感到失落，他们原本的好气氛就这样被打断了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你会如何奖励一个能干的丈夫呢？小厮虽然生活强势，面对电子产品却是相当苦手，忘记手机密码是常事，连电池用完的常识都是一问三不知。他从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，而是认为手机在与他作对。现在的智能机明明可以自动填充密码，却要他手动输入，这咋记得住？小厮费劲输入他认为正确的密码，却总是得到错误提示，这让他怀疑这密码是不是被黑客篡改了。星空无奈地听着，但爱妻终归要宠，星空决定帮小厮管理密码，小厮就显得犹豫。星空好奇小厮以前是如何独自生活，小厮挺胸说道，实在愿意来协助他们。尽管看上去不像，但他其实是个超级理科狂。小厮寻思，老公你不是嘲笑我没用吧？即使星空连连否认，小厮依旧不理他，坚持认为这小子就是这样想，现在如果不适时的哄他一下是不行的。小厮无奈展现了他的表情。在这个时代，还有人想用蛋糕讨好女孩，星空再次提出了以168颗石头来补偿。小厮无语程度更深了，虽说石头不错，这才是先选的蛋糕吧。小厮虽然嘴上不饶人，但在出行前他还是感谢了星空的照顾。当他回到家，星空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体重增加了。令他困惑的是，明明小厮和他吃的一样多，但他的体型却丝毫未变。星空二话没说，便开始实地感受，这一行为就让小厮注意到他真圆了。小厮急忙表示，即使星空变得更圆，他也不在意，但星空自己却难以接受，因此他决心开始锻炼减肥。他满怀信心的计划跑10公里，一上来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萎了。星空决定通过饮食来补充体能。一见到外婆，小厮和他起争执。外婆建议小厮不要总是宅在家，平时也要多出门享受。他最近正想去露营，他希望小厮抽个没他一同前往。小厮立马拒绝了，但星空却有些心动。看到这情形，外婆便定下了下周的计划，留下了礼物就潇洒离开了。至于礼物，小厮根本不需要打开，因为他知道以前送外婆的秋饼让他非常高兴。被骗结婚是怎样一种经历？刚刚还在为自己白吃白喝感到内疚的小厮，没想到下一秒自己还是太天真。伴随着台上学妹的指挥，这场精心布置的惊喜正式开始。在两个人惊讶的注视下，大屏幕开始播放他们共同的回忆，从相遇相知到相爱，每一个细节都没错过，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动不已。
两人这才明白，整个活动是外婆精心策划的惊喜婚宴。面对他们如此用心，星空不忍心让这一切努力付诸东流，于是牵起小四的手，一同步入婚宴会场。谁知第一个环节就给了他俩一记暴雷，两人完全没做准备，怎么可能即兴发表致辞？学妹无奈之下退了一步，让星空独自上台即兴发表几句感言。于是星空在短时间天人交战之后，隆重地发表了他的致辞。接下来第二个惊喜便是切蛋糕环节，这标志着他们作为夫妻的首次合作已非凡。因此外婆特意为小四准备了头纱，尽管不是一个正式的婚礼，但总得有新娘的风采才对。闻言，小四脸颊泛起羞红。婚礼结束后，所有人都洋溢着喜悦，只有千岁面露不快。然后众人移步山巅，观赏星辰。尽管在星空的解说下，众人兴致仅仅维持了2分半，但幸好小四早有准备，拿出烟火来满足众人的期待。正当两人打算泡咖啡，美美的借着机会享受二人世界时，千岁突然闯入。学妹见状，立刻赶来化解尴尬，于是4人围坐，莫名变成了4人一起享用咖啡的时光。星空本试图借此机会与千岁拉近距离，但被嫉妒蒙蔽的千岁却一点情面也不肯给。星空只好使出杀手锏，引出为何决定结婚的话题。恰巧外婆赶到，听到星空年纪轻轻就考虑这些深奥的问题，她出于好奇邀请星空去旁边坐。小四看到这一幕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她担心外婆会引导她的老公去聊些蹊跷事儿。星空跟外婆单独谈话时，外婆对她表达着歉意。原来小四迟迟未与其相见，全因外婆一时的固执。星空对此表示感激，因为她始终坚守初心，并没有放弃等待。随后外婆想向星空揭露小四的真实身份，但未等她说完，星空便打断了她。她已经有所察觉，但仍然对能与小四结为伴侣感到幸运。见星空如此坚定，外婆终于放心了。看来星空真的是那个能助小四达成心愿的人。外婆随即不再啰嗦，告诉他，如果想了解人为何要结婚，就去找小四。2人独处时，他一定会吐露心声。星空在月光的引导下向小四冲去，成功地找到了独自一人在河边发呆的小四。2个人开始探讨为何人类选择结婚这一命题。小四深刻地认为，人们追求结婚源于生命的有限性，纵使一个人再卓越，终究会有告别这个世界的那一刻。哪怕命运宠幸，生命一直是100年之期。对抗命运，我们无能为力。每一个降生的生命终将面临生命之终章。然而即便如此，内心的爱可以是永恒的。即使有朝一日肉身归于尘土，心中所怀的那份永恒之物仍旧不朽。就如同轻柔的雪花落地即消，如无形的祈祷般缥缈，但那份不灭的光曾真切地存在过。因此在婚礼上，人们为了纪念父母恩师，向那些信任自己的人表达感激之情，就像是在庆祝不灭的永恒时刻，向着那被视作神明与宇宙同在的存在许下誓言。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，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，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，都要相互守护依恋，相互扶持，相互帮助，倾注全部的真心，永远忠诚不渝。不再是孤单一人，而是携手并肩，将爱延续为永恒。随后2人来到了学妹精心准备的僻静而豪华的帐篷休息。望着面前宽敞的大床，2个人不禁又感到了羞涩，因此在入睡前，他们决定畅饮几杯。此刻星空满脑子都想的是如何利用这难得的机会。然而悲哀的是，这帐篷的隔音效果实在太差，要是让妻子在此发出娇息，很可能会让周围的熟人听见。小四到现在还没洗澡，浑身散发着汗味，他肯定也不想让自己抱。星空转念一想，有些抗拒的小四反而显得更加可爱。星空于是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，但很快他又陷入了迷茫，究竟该如何邀请妻子同床共枕呢？这些课堂上可从未教过。在这种压力下，星空竟无师自通地找到了方法，邀请老婆看星星。刚躺下不久，星空正向小四提议是否愿意枕着他的手臂入眠。听到这话，小四非但没有拒绝，反而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想法，于是星空也就顺其自然了。这一天清晨，星空接到房东的电话，告知他即将入住的新公寓已经接近完工，这让星空感到一丝紧张，因为这预示着他将与小四开启他们真正的2人世界。他们满怀期待地来到了新公寓前，望着那比先前更加宽敞的居所，2人不由得激动万分。尤其那间装饰一新的房间，以及宽敞的浴室，还有足够摆放一张双人床的空间感到兴奋。星空的期待值被瞬间推至顶峰，看他们立刻开始整理行囊准备搬家。看到这一幕，学妹显得不太开心，埋怨那个心机的变态学长不顾及她的孤独感，她甚至说她以后不会再偷看他们的甜蜜时刻。这时小四安慰学妹说没关系，即使搬家他们也仍会回来工作，毕竟站在柜台后的感觉还是很有趣。
并且如果没有学妹的陪伴，他也会感到寂寞。小四还提到这间房子如果没有其他安排，星空将来也可以回到这里工作，所以根本没必要感到难过。晚上他们在附近的公园散步，讨论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夫妻关系。听后星空并未立即回答，而是选择了拥抱小司，没想到下一刻就被小司猛力的推开。他认为夫妻之间应该坦诚相对，所以希望星空之后不要因此生气。在得到星空的保证后，小司便教他正确的拥抱方式。面对个子不高的女生，不应该从下方抱起，因为那样会让女生感觉像被举起的小猫一样，特别不舒服。正确的方式是从上方环抱，这样两人才能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怎么样，单身的观众老爷们，你们学会了没有？在解释完拥抱的问题后，小司询问星空有什么想对他说的。星空经过一番思考后，表示他有很多话想说。首先是关于睡觉的问题，询问是否可以触碰他，因为妻子的睡姿实在有些糟糕，经常在夜里翻来覆去，看起来让人觉得着凉，有时还会露出小腹，因此他希望将来能够帮忙整理睡衣，或者适时的给他掖被子。听此，小司感到既尴尬有些生气，老娘的睡姿绝对没问题。不老不朽是赐福亦或是诅咒。从山上回到家后，外婆凝视着毕生研究的那块月石，回想起2年前的那个冬日，救下星空的小司找到了他，获得了2年半的期限，他已觅得了命中注定之人。要是2年半后仍无法走出困境，就不该再为他继续耗尽光阴，去追寻自己真正向往的生活。毕竟人生苦短。想到这里，外婆遗憾地拿出那颗珍藏的月石，在遗憾中晕了过去。转天接到外婆住院消息的小司急匆匆带着星空赶往医院，没想到一开门，却见外婆正悠哉地品尝甜甜圈。见到忧心忡忡的小司，外婆心中感到安慰，平静地说：“不过是年龄大了而已，他们实在是小题大做。”说罢，将手中的游戏机递给小司，准备离开去办些事情。星空不安地紧随其后。不像那粗枝大叶的小司，他仅从脚步声的沉重就已察觉到外婆身体的异常。两人继续山上没能谈完的话题。外婆说自己毕生追求一个目标，虽然未能如愿，但她已竭尽全力，因此并无遗憾。现在她将这一使命传承给他。面对这样宝贵的物件，星空本能的想要拒绝，但外婆却说这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虽然为了调查，人类付出了数千年的努力，但不论再怎么不甘心，它也就只是一块石头而已。外婆将月之石交予星空，也将最爱的孙女托付给他。卸下了重负，外婆感到精神焕发。正在这时，小司也赶了过来，依旧是那个豪爽的他。一见面对游戏难度大发牢骚，随后才记起来质问两人在偷偷私语些什么。虽然二人守口如瓶，他却猜测外婆又在给自己的丈夫洗脑。外婆立马不服，你若真想知道我们谈了何事，就好好看看星空的眼神。外婆对着孙女走向了属于她的幸福之路，星空则深情地向她表达了爱意。